俄乌战争中，俄罗斯的3大致命误判拖垮俄军。2022年2月21日，在克里姆林宫作战时，普京在电视讲话中宣布承认顿涅茨克、卢甘斯克独立，后来流露出了相关的决策细节。俄罗斯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曾经力主闪电吞并4州，绍伊古警告乌军反攻风险，而普京最终选择折中的方案，先打去军事化的旗号，再根据战况进行调整。这一决策埋下了战略目标混乱的种子。3年多过去，俄军深陷消耗战，普京的3大决策模式成为拖垮俄军的隐形的枷锁。2022年2月24日清晨，他为召集联邦安全会议全员，仅与绍伊古和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闭门商议，之后便下令6路大军进攻乌克兰，命令明确要求72小时内控制基辅，却没有制定备用的方案。当空降安东诺夫机场的俄军遭遇乌军反扑的时候，前线指挥官请求增援，克里姆林宫为了避免国际谴责而拒绝投入白俄罗斯方向的预备队，导致精锐伞兵被困。2025年10月，普京在顿涅茨克战役中否决了军方稳扎稳打的建议，亲自下令11月中旬拿下红军城，并指定安德烈别洛乌索夫坐镇前线。为了加速进攻，普京甚至绕过常规的指挥链，直接指令瓦格纳的残余部队投入了巷战。结果俄军在17万兵力围城之下，因协调混乱，遭乌军无人机的点杀。10月份单月损失超过3000人，补给线被乌军无人机部队绞杀，导致士兵的饮水都成了问题。第二个问题，普京的情报来源严重依赖小圈子过滤。2022年开战前，对外情报局曾经提交报告说，乌民众或会激烈的抵抗，但是联邦安全局负责人却向普京保证基辅政权民心尽失。普京采信了后者，甚至在2月23日的决策会上称，乌克兰人民会把我们当作解放者。结果乌克兰的民众利用民用手机组建数字民兵，实时的报告俄军坐标，导致俄军装甲纵队大规模被乌军炸毁。2025年情报失真加剧，普京要求军方每日提交战果简报，却回避损失的数据。当红军城战役陷入僵局的时候，国防部长别洛乌索夫仅汇报控制了 95% 的城区，隐瞒着乌军仍然掌控关键补给通道的事实。更荒诞的是，普京在10月7日讲话中宣称俄军解放了5000平方公里的领土，但实际数据是来自夸大的战报。卫星图像显示，所谓的解放区多为无人的废墟。第三，赌性外交，从能源排到核威势的豪赌，俄罗斯的外交决策充满了赌徒的心态。2022年9月，当乌军反攻赫尔松的时候，普京没有寻求外交的斡旋，反而在10月1日亲自指挥战略和演习，试射亚尔斯洲际导弹，试图以核威慑震慑西方，却引发了北约的坚定政务和演习反制，美俄直接热战的风险飙升。2025年，普京将赌注压向了特朗普。3月与5月，普京2度与特朗普通话，同意30天能源设施停火，却附加乌军停止动员等不可能的条件。当特朗普提议冻结战线的时候，普京在10月7日强硬的表态，必须完成特别军事行动的所有目标。他甚至拒绝出席在布达佩斯的和谈，理由是掌握了战场主动权。结果美俄信任破裂，特朗普加大对乌克兰的军援，俄罗斯决策者的决策失误最终导致前线兵力枯竭。2022年9月，因初期目标未达成，普京突然宣布部分动员，却因征兵不公引发了圣彼得堡骚乱，被迫投入战场的预备役士兵缺乏反无人机训练，成为了乌军无人机的活靶子。芯片被禁运之后，普京要求军工企业使用土办法改装，结果柳叶刀无人机电机来自洗衣机，精确制导炸弹的命中率暴跌至 28%。战场的问题也导致了民心的部分溃散。2025年，普京在国情咨文中宣称胜利在望，但是阵亡士兵的家属在克里姆林宫外举牌抗议还我儿子。100万的技术人才外流，导致俄军工产能仅恢复到战前的 65%。俄乌战争给我们的启示就是慎用权力，现代战争需要多维度评估。普京一人的决断忽视了军方的预警与情报的矛盾，最终导致战略脱轨。当领导人只听好消息，战场真相便会被过滤殆尽。乌军的星链家、商业卫星、实时感知网反衬了俄军的情报黑洞。普京误判特朗普亲俄，却忽视了美国内部制衡的机制。当布达佩斯和谈因美俄取消的时候，俄军已经没有了战略的退路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大家有什么观点和看法？
欢迎打在评论区留言讨论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